好，那么老美最新的战机叫 F-35隐形战机，老共叫歼36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别苗头的味道，它是第6代的这个战机啊。那第2次试飞影片还故意给你们看啊，不是什么机密啊。它有3个发动机，看到没有？1、2、3，喷火的3个发动机全开啊。那而且呢，可以测它最高的飞行速度，到底多少速度也蛮重要的，因为跟两边作战的时候呢，我跑比你快啊，你就蛮惨，你在后面跟3部发动机全开的这个状况了啊。那另外呢，这个登陆，我们一直讲说老共不能登陆，我们怕什么登陆啊？因为我们沿岸哦，要不然就是种了一大堆那种海产哦，跟什么科棚啊什么一大堆哦，要不然就是什么沙是这个岩石啊等等，很难上来的啦。哦，沿海附近都已经搞了这个满目疮痍了哈，要不然就是各种建设，你怎么上来？他搞了一个100多公尺的一个这个阶梯，你可以从上面呢，甚至听说呢，这个车辆还可以运过来哦，还有人说坦克也可以运过来，我是有点怀疑的，因为坦克很重哦，所以这样呢，120公尺，你海岸有多长？你建设你养科可以养多少？哦，这样就过来了哦，所以呢，这个不沾水就可以上岸了。所以它叫做抢滩巨兽啊。那另外呢，这个我们呢就是说，边疆我们有熊2、熊3，我们有发射车，机动性很强，全台湾的海岸呢也都有部署哦。来啊，来一个打一个，来2个打1双哦。那美国的战略司令警告说，中共正在加速扩军，大国竞争回来了哦，所以要维持核威慑哦，我们核弹比他多，我们有6000个核弹头，他现在呢这个核弹头只有几百个，跟我们差很远，所以到时候我们核弹把它炸光啊，核威慑。那另外呢，美国又警示说，中国2027年要打台湾哦，之前就是2025要打哦，然后呢2026、2027哦，反正每年都要打了哦。那顾立雄昨天讲，我们要假定调底从宽，2027老共要打台湾，所以我们现在演习通通哦是跟着2027来的，所以我们要立即备战，半年操演一次哦，而且看到老共的军演强度，随时下令，因为他军演习很可能随时就转变成战争，像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所以呢立即备战很重要，而且现在老共的打我们的预警时间很短。哦，以前都可以看得到啊，他在海岸啊部署飞弹啊，车辆动员啊，兵员集结的。现在不是，他随时在你旁边演习啊，随时就会打你啊。所以呢，这个立即要备战，立刻你打我们，我们立刻就上战场，跟你做生死搏斗。老陈怎么看？是这样哈，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处于美国跟老共之间呢，其实立场是很为难的。有的时候我也就说存着说。要同情他们当官的人的立场，就算今天国民党回来执政，小牛当部长，很多事情小牛也非得做不可啊，对不对？你不能不做啊，你要对人有交代，对国人有交代，对其他的反对势力有交代，对美国人有交代，你不得不做。但是现在像龙应台讲的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兵推啊，你和推啊，和平的推演也是必要的，因为有可能就是说2027真的要打了。但是讲这种话的人，你下面检验一下，谁讲的都是军人啊，退伍军人啊，兵工厂的代言人啊，都是因为有利益关系的，他巴不得赶快打。但是也有可能到2087年啊，再加个60年，到小牛变成100岁的时候都没打，这个就很为难了，你知道吗？如果从现在推算，此后70年、80年都不打，那我们怎么办？日子还是要过啊。而且不能这样哦，要生不死，要死不活的这样活下去啊！我们要越活越伟大，越活越壮大啊！这种情况在2大之间，要活得快乐，活得有未来，活得有前途，这个是要比顾立雄现在所担心的事情更为难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是偏向一边来，因为所有的政治人物，全世界都一样，所有的政客眼光都很短浅。都看得非常近，看今年、看明年、看下一次的选举，但是台湾跟人家不一样，台湾绝对不是说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谁说的？乌克兰谁都可以丢弃他，台湾每个人都爱得要命。当每个人都爱得要命，都舍不得打，也不敢打，也不愿意打，也忍不了，也
真的是不晓得如何处理才好。这种情况之下，是坏也是很好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为难啊。这个也是我要死不死的鬼门关照了一关又回来了。我舍不得就这样放着，你知道吗？这是台湾最痛苦的时代，也是台湾最难得的契机。我觉得有良心的国人都要想一想，要如何让台湾未来走得更顺畅。老师舍不得这个花花世界了，不过这样的话，干嘛兵役国民？花花世界？干嘛兵役国民延长到1年呢？然后还说要延长2年啊？女生还要当兵，国防上加了那么多，这个钱拿来干别的不是很好吗？不是你的口气讲这个问题去轻佻，你知道吗？你说去兵役1年跟2年的差别这关键不是随便的1年2年的问题啊，不是我们青年人说不干我要跑掉了。不是啊，这个牵涉到什么少子化的问题啊？你少子化，将来连倒垃圾的都没有人，你干嘛有人要当第2年的义务役啊？对不对？你很多事情，我们今天台湾的麻烦就是说，在野的在朝的没有想过1年以后的事情，就是现在要斗争，而且乱讲一通。现在比如说大罢免。他现在都想你这个蓝的都在蓝白都在讲绿的说，提早为2026跟2028打算，真的吗？我不相信，你们那么厉害吗？我不相信，这个无聊就无聊在这里。来，洪庭，我觉得 Foreign Affairs 2年前的刚好是今天2年前的今天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Don't Panic About Taiwan， 就是说你过度的去强调，就是说中共有可能的这个侵略那有可能会让这整件事情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那2年后我们来看起来，我觉得他写这篇文章的整个的假设看起来现在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度的在强调，就是说有可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美国确实有一批鹰派的军事学者、军事专家拼命在鼓吹，就是说，面对中共的这些所谓立即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不管是对台湾来讲，最主要他们提到的是弹道飞弹，再来弹道飞弹，其实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会讲2027最大的原因在于，就是2027年中国可能有几艘大型的登陆艇。能够完成，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说那样子的一个规模足以到达它可以去用所谓大型登陆战这样子攻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该准备确实应该准备，只是你如果过度的去强调这样的一些氛围，然后过度的去做很多的准备，那两岸就会变成一个军备竞赛的敌意螺旋。那如果我们要进行军备竞赛的敌意螺旋，或如果我们的政府要针对所谓这样的一个立即性的威胁去做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任何的公共政策都有它的战略目的啊。比如说刚才教育部的那个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什么？你去阻止小学生的交流，那在我看起来，就说这个跟立即性的这个侵略这些部分看起来好像连不在一块。那现在我们去做所谓防卫韧性扩编，好，可以，因为有可能有立即性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结果呢，你面对的你想要招募的人是计程车司机跟大楼管理员，然后要求他们去做受训。当然，我不知道目前这里面受训的内容或是什么。可是从这里面几个东西来看，然后我们一天到晚在强调，就是说这个国家有很大的 disinformation 跟 fake news， 就假新闻跟不实讯息。结果我们针对网络，我们并不去做任何的管制，我们也不去做任何的这些所谓假账号的调查。一个2000万人口的地方，账号超过将近5000万，那这是什么状况？所以我现在看到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执政党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有可能会面临到立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可是我们所做的准备，东一块西一块，而且每一块最妙的事情是，每一块看起来都跟做组织有关啊。你今天要求计程车司机跟大厦管理员去做受训、去做编组这件事情，讲好听一点是在做所谓的全民防卫准备，但讲难听一点，你就是在做新一次的组织动员。那我们要反过头来问，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做所谓的这个全民国防准备，有没有更好的？我们的后辈有被训练过吗？我们现在教召几次了？他们到底在学些什么？其实我去问教召的朋友，回来连怎么集合都不知道然后呢，如果我们要做全民防卫韧性扩编，我们对于里长、我们对于区长、我们对于城市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先教？
如果这些东西都还没先教，你先去教计程车司机跟大厦管理员，我也觉得蛮奇怪。就说你要先动员他们，然后最后民众跟所谓的民防体系才会知道吗？所以这个顺序看起来就很奇怪。所以整体而言，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今天政府真的认认真真的，大家一起来做所谓面临迫切性危机的这些事情，请你大方的把该处理的东西处理好，甚至坦白讲，要我们公投说哪些东西面对所谓的迫切的威胁，哪些东西第一个是 priority， 大家认为说要马上处理的。我个人认为网络啊，对不对？假账号、假新闻，你看我们最近被这些假账号、假新闻弄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一个国家连网络都control不了，你如何去面对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敌意？我补充一句啊，赵先，我觉得我高度怀疑这个美国的空军呢，跟这个解放军的空军呢，他们彼此套好招，这当然开玩笑的哈。因为他们今天呢，这个歼36的这个隐形战机呢，这样子在公布。对谁是大利好消息？对美国空军啊，因为之前的时候马斯克就说歼35浪费，好，然后呢都过时了。F35 呢浪费过时了，这个应该被淘汰了，以后就是无人机的天下了。你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军火商和空军呢多紧张啊！现在这个歼36，一开始露脸啊，公布了之后呢，这个美国空军呢就可以来去争取预算了。不，基本上都是看我需不需要了。但以前有人说两岸很紧张，老共会打不要搞台独，民进党就说恐吓，老共哪有打我们？不会。然后呢，现在民进党自己跑出来讲了，2027可能会打，大家很紧张啊，兵役要从4个月变成1年了，2年还没有讨论，但是呢放在心里想，没有讨论，大家怎么会来讨论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就像是国旗，对不对？平常民进党不要国旗，当然那个国际运动赛啦。不让你带国旗进去，为什么不让我们带国旗进去？我们国旗被你们打呀！真的让你带的时候，你带吗？你就不带了。就是这个东西完全是你的政治上的运用，对我有利的时候就拿出来打了要打了；对我不利的时候不会打，就这个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黄仁勋穿那个皮衣那他现在招牌就是皮衣了那么这些科技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招牌的服装有的穿牛仔裤啦，有的穿那个黑衣服啦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做法他说呢，这个关税只是会有短期影响啦而且呢，这个台积电啊、鸿海啊等等都呢协助在美国制造也协助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业了那他前两天演讲嘛，他说超级 AI 的超级杯来了而且他背板后面呢还有台积电的 logo 了等等表示呢这还有 Uber 啊什么其他的 logo 那表示呢他的合作厂商很多那另外呢这个今天台积电涨了33块又将近1000块了，为什么呢？因为呢黄仁勋说，他说你们都说我们要跟这个台积电要我们去救 Intel没有没有邀我有没有邀别人我不知道，但没有邀我那很多人就很怕台积电去跟 Intel 搞一起，对不对 ？Intel 到底救得起来救不起来，花一大堆钱到底有没有又可能拿不到控制权所以他这样一讲说没邀他没有人邀我，今天台积电呢这个应声大涨他们说功劳是他的那另外呢这个台积电现在在美国投资1000亿1650亿川普说2000亿那是不是我们的关税就可以逃掉呢？那这个经发会的主委呢说，国发会呢说，川普还是会出手的。那你干嘛呢？他还会出，就是我不解就是说，除非台积电自己要去了，那没话讲，他自己商业的这个自己的打算嘛。如果是被逼去的至少你就要向这个习近平生气。李嘉诚为什么把巴拿马这个运河的这个港口权利交给他？至少我在谈判的时候，我可以作为一个筹码。到时候我说好，我去了，你这个关税少交我，你怎么自己跑去了呢？那所以也是台积电就去了，而且政府也不知道经济部长还说政府都不知道，不是他不知道不是经济不知道，政府不知道那有人说，那这个行政院长也说我是同步知道的，同步什么意思？看电视知道。那有人说可能只有跟赖清德讲。赖清德如果这个事不会跟行政院长讲一声，不会跟经济部长讲一声，就自己闷在心里，哪有这种可能嘛？通通不知道那这个而且呢，我们还说
哦，包括这个台积电这魏哲家自己说，哎呀，主要的先进的都留在台湾制造，哦，然后呢，台湾的研发中心都是关键都在这里，美国那个哎呀，那都不是最主要的，先进制程也不会在，先进的研发也不会在。但是我们驻美代表于大雷说，最先进晶片不一定要在台湾生产啊，美国也可以生产啊，那到底是怎样？到底你们所讲的谁讲对谁讲错？哦，本来就是这样嘛，谁讲最先进一定要台湾生产，现在是这样讲没错了。原来还说什么2奈米啊，在台湾几年后美国才会有，很快美国就会有了，对不对？他那边研发中心都是笨蛋了，也不会啊，也可能找到几个还不错人呢。而且你台积电这边的研发的头可能也都是从美国回来的，对不对？而且台积电我知道有些员工很想到美国去啊，可以拿绿卡，对不对？不像那个金卡还要500万美金，他这样去了就可以拿绿卡，他一毛钱也不用花所以很难说将来怎么样。说一定台湾就比他强，美国就很落后，都落后台湾几个世代、几代，不可能。那于大雷我们驻美代表说呢，台湾并不是只依赖美国来防卫我们搭便车，我们买很多武器啊，我们有我们的作用啊，我们是跟美国合作来因应中共的并不是搭他的便车的那这个国发会主委刘进又说，台积电跟英特尔是不会合作的，就像汽车跟柴油怎么混着烧呢？汽车是汽油车，柴油呢是柴油车。我常常讲他这个比喻不伦不类，这两个怎么放在一起比呢？对不对？让很多企业是合作的也有合并的对不对？那怎样？那就是汽油跟柴油放在一起烧，那干脆水跟油不能放在一起烧算了。看一下。We have a really agile network of suppliers. They're not just in Taiwan or just in Mexico or just in Vietnam. It depends on what gets built, what gets purcha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at is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the product. And so there's just a whole lot of equations involved, and depends on which country gets tariffed. So I think in the near term, based on what we know, we're not expecting significant impact to our outlook and our financials. Long term, we want to retain the agility, but add a very significant part of our agility, which is onshore manufacturing. So if I could, the simplest way to think about that is our agility is terrific today, missing onshore manufacturing. If we add onshore manufacturing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e should be quite good. 老沈怎么看？我觉得黄仁勋呢是世界上算是最有钱的，一度是最有钱，现在当然没有。科技最先进的，是大家的宠儿，但是他现在也是科技界最闷的人。不管他怎么卖力在San Jose的科技大会演出啊，股价就是不动。他讲完以后掉了3%多，不过昨天又涨了1%多了。那都在110多、120以下这样来回震荡，已经闷了半年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黄仁勋的立场，其实跟我们台湾的立场不一样啊。我们台湾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黄仁勋当然也担心，但是黄仁勋担心的，他已经其实坦白给白宫讲过了，你把高阶的不要我卖给中国大陆。好，你怎么不了解中国人呢？你这不卖给他们，他自己做了。短期内他们会 slow down 1-2年，长远下来，他一点都不是我们。而且到时候啊，真的两边来拼的话，恐怕你不让我卖给他们，我们的落后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这一点是黄仁勋期以为不可，又没有办法太过分的得罪白宫。所以现在真的是这科技人。真的是很为难那因为现在这个关税，然后利息，然后乌鸦不是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满地跑，而且这个又不听大魔王的指挥。今天你有种啊，大魔王就要像当年的希特勒，拿起军令旗挥这个黑天鹅，灰犀牛，不是啊。乱撞、乱飞、乱跑，撞得满头都是血，而且没有一个方向。所以今天呢，我跟你讲，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真的有钱人就中产阶级以上，股市有介入的人，其实我真心的感觉，我也搞糊涂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也翻来覆去，不晓得怎么样才对，因为在川普的魔掌之下，没有一样是对的。
但是呢，我诚心的建议减量经营，也许比较聪明。老沈啊，就是为什么黄仁勋的想法跟川普一定不一样嘛？对，黄仁勋这个公司是要永续嘛？对，我做 CEO 最好能够一直做下去嘛，对不对？而且我股份可能占很多嘛。川普做4年呢，他现在这3年多了，他想的是在短期里面我到底要做些什么，说跟那个黄仁勋想的一个长期的其实不一样。黄仁勋说未来中国可能会做出这个做那个，川普想我认为没有做出来就好了，他一定这样想嘛？那黄弟。我觉得确实哦，就说现在大家都在思考川普到底他的关税战的意义跟目的，到最后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讲，你去做这些部分，跟你贸易的这些，你最后还是为了你自己本身的公司的体质嘛，也就是美国的体质。所以回过头来讲，我还是在强调，就是说我认为川普他是非常的觉得美国的国债问题会影响到美国的未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他在俄乌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拼命的想要结束俄乌战争，就像我们过去所讲，他可能是想要降低所谓的能源价格，然后回到所谓的美元的结算，然后降低他自己的消耗掉的军费。但我们在看俄乌的条件的时候，其实你到今天，刚刚我还在看整个俄乌现在的条件，普丁只答应不针对能源厂做攻击而已。但这样，川普还要逼泽伦斯基马上结束掉，你就可以知道，他重视他自己国家内部的这个状况，远比重视其他地方都还多。所以在他的关税战的这个状况也是，我认为剑指关税，但实际上是面对本身美国自己美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最近，就像大佬刚才所提到的，我也蛮认同，就是华尔街确实最近有很多的分析师在指出，就是说，川普可能认为一个可能的所谓的软着陆式的这样的一个股市，有助于他去解决美债的问题。第一，你看联准会不降息，可是如果再往下，联准会势必可能要去做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整个的小规模的经济衰退可以减少政府的支出，还可以压制中国，因为出口跟进口都会少啊，对不对？中国的出口就少了，美国的进口就少，因为我的需求变少了嘛，因为我就没钱了。然后呢，在适度回来升的那一段所谓的温和性的通膨，它可以削弱所谓的这个美债的实质成本。这个美国在2次大战的时候其实就用过这件事情，去降低它的这个战争债的这个部分。所以整体看起来，这整个的状况是这样，那完全是为了。不管他说他维系美国的霸权也好，维系美国的整个的所谓的这个财务结构也好，你可以看得到，他现在花全心全意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呢？我现在看到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价值的，过去我们所赖以为傲的 MIT 就台湾制造的这些东西，在全世界的不可替代性的这些公司，慢慢的都被迫被拉出去。那我觉得从国家从企业的角度，我帮他们鼓掌，因为台湾所有的隐形冠军真的被全世界发现了。但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我还是认为，当有一天台湾不可或缺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丧失之后，那我们到底除了民主、价值、自由、供应链这些部分以外，我们到底还剩下些什么？基本上，川普就是一个生意人，他做了一辈子生意，对不对？又号称谈判专家，写的书也很好看。他想的就是这样嘛。他在谈乌克兰问题，他想的是会不会赢嘛？我们常常听律师讲，官司我打得赢我就打到底，打不赢就和解。你再打下去没意思了嘛，对不对？股市一样啊，我涨我就乘胜追击，一直跌的时候干脆止血。商人一样啊，做生意能赚就赚，真的不能赚就赶快收掉嘛。川普一样想法，你乌克兰能不能赢？我继续支持你，会不会赢？已经搞了3年了，如果你会赢，也许还可以支持你。你不会赢嘛？你不会赢，我干嘛再打这个无谓战争，死那么多人？他想法一定是这样嘛，他不会想其他的，就赶快止血吧。他现在想的也是这个东西。那止血要谁止？当然是普丁嘛。所以普丁有什么条件？你要这个罢手，先问你的意见嘛。那一定是这样啊。但是呢，普丁现在拿翘了，对不对？打电话跟你玩1个钟头啊，因为你需要我啦，你急我不急啊，就变成这样。休息一下再回来。